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洛阳，这是洛阳的龙门石窟，中国5A景区啊，世界文化遗产。我们看这个山上啊，大大小小非常多的洞窟，每一个洞窟里面呢，都应该有一个佛像的，但是各种原因啊，现在很多洞窟都空了，也有战乱时候被别的国家抢走啊。现在很多都保存在国外别的国家的艺术博物馆里面，看这些全都是空的，太痛心了。这个古阳洞就是北魏从大同迁都洛阳以后啊修建的第一个石窟，叫古阳洞。门口有一个海外流失回归龙门的高树龛佛手虚拟复原展示，很多都是流失海外了。看这个洞啊，很多上面都是空的。以前这洞窟里都有佛像的。这个是北魏时期雕的啊，中间是佛祖，两边是各种菩萨。看一下左边这个，好像有一个佛像没有头啊。据说这个是被日本人抢走的，这个头。看这边有介绍啊，现在很多人呢都被藏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、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，都流失了，都被别的国家的人抢走了，都是强盗啊。现在这些石窟里啊，很多都没有佛像了。都是空的，你看这是空的，好多空的，都损坏啊、丢失啊，各种原因吧，都没有了。现在这么多空的石窟啊，很多佛像都是去了别的国家的博物馆了，太可惜了。这个洞窟这么大呀！里面的佛像也被毁了，现在空荡荡的啊，感觉还有回音呢。看它上面那个大大小小的洞，以前里面都是有佛像的，现在很多都空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洛阳，这是洛阳的龙门石窟，中国5A景区啊，世界文化遗产。门票是90块钱啊，我也买票进来了，进去要参观一下。中国有4大石窟，洛阳龙门石窟、大同云冈石窟，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，还有就是莫高窟，这就是中国的4大石窟。这个龙门石窟呢，就坐落在这个伊河的岸边，在岸边的山体上开凿的。上去参观一下这个精美的石窟啊。这个洛阳的龙门石窟，它和大同的云冈石窟还有点关系啊，都是北魏时期这个皇帝开凿的。他们先在大同开凿了那个云冈石窟，然后他就迁都了，迁到这个河南的洛阳。迁都了以后，又在这边开凿了这个龙门石窟啊，所以是先有大同的云冈石窟，才有的这个石窟。它两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，大同那个全都是由北魏这个王朝开凿的。洛阳这边的龙门石窟呢，北魏这个时期呢只占30%左右，其他的石窟呢都是唐朝啊、隋朝呀、各个朝代都有。这个伊水河的两岸都有石窟的，但是西岸的这个石窟规模最大。现在看到这个石窟啊，大大小小的呢有97000多个，但是很多窟现在都是里面都是空的，都毁坏了啊，有的被盗走了，有的被毁坏了。看一下这个窟里面的佛像，这个里面的最有意思，这个佛祖正在给我们比耶，有意思吧？看他头顶还是彩绘的呀。又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石窟，这个叫莲花窟，因为它的窟顶啊有一个巨大的莲花。正对面的就是释迦牟尼，这边是他的弟子迦叶。大家看他的左手边这里啊，这边有1000多个小佛像啊，这个佛像是整个石窟里面最小的佛像，只有2厘米高，有意思吧？这边有一个万佛洞，哎呀，
这个主佛像的两边墙上啊，刻了15000个小佛像，哇，密密麻麻啊。那边可能看不太清楚，看这边墙上的，全是这个小佛像，所以叫万佛洞啊。万佛洞的门口有一个菩萨的雕像，这个叫做洛阳龙门石窟最美菩萨 S 型的，然后他的脸部被毁了，现在有后期复原的啊，用 AR 技术把它复原成这个原来的样子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就是龙门石窟最主要、最大的大佛了，叫卢舍那大佛。它是参考武则天的样子建造的啊，它高是17米，光这个耳朵都2米啊，将近。如果你想知道武则天长什么样子，那你看这个大佛就知道了。这个大佛叫做卢舍那大佛，卢舍那翻译过来就是佛光普照的意思。我们记得武则天发明了一个字啊，就是日月当空照的那个照，中国唯一一个人造的字啊，一个日一个月，下面一个空，意思就是武则天接受这个佛光普照啊，寓意深刻吧。修这个佛像的时候，武则天当时还没当皇帝呢，她是皇后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大佛，她是一个女性的样子，她这个表情正在微笑啊，神秘的东方微笑。这个是比蒙娜丽莎微笑还神秘的微笑，叫东方的微笑啊。为了建造这个大佛啊，武则天是捐出了自己的脂粉钱，捐了2万贯。2万贯换算成现在是多少钱？按购买力来算啊，差不多是500万。这个佛像为什么雕刻成武则天的样子啊？有一个小故事。据说当时武则天坐在窗前，正在梳妆打扮啊，有一缕阳光就照进来了。然后皇帝唐高宗看见了，就觉得特别的美，他就跟武则天说：“他说皇后你真美呀。”皇后听到这句话就哭了，然后皇上就问他为什么哭啊？他就说：“我长得这么美，但是千百年以后呢，就没有人看到了。”皇帝说：“这还不好解决吗？我找一个画师把你画下来就行了。”但是武则天呢还是哭啊，她说：“这个画下来会毁坏啊，会丢失啊。”还是不能这个流传千古。然后皇帝就问他：“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”然后武则天就说：“你不是在修这个龙门石窟吗？就把我的样子修成一座佛像吧，这样就能流传千古了。”然后皇帝呢听了很高兴，就下旨把这个佛像修成他的样子了。观看石窟最佳的位置就是河的对岸，也就是我站的这里啊。从这里望过去，石窟的情况一览无余啊。站在这边，你才能看到武则天的这个卢舍那大佛有多么巨大啊，都是旁边的小佛衬托出来的。从这也能反映出唐朝当时的实力比较强啊，财力比较雄厚。你看其他朝代建的这个佛像都比较小，这石窟只有唐朝的石窟这么巨大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洛阳，这是洛阳的龙门石窟。看我身后那个大大小小的石窟啊，这就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。这个石窟有很多未解之谜，很多传奇的故事啊，给大家讲一讲。首先看一下这个龙门石窟所处的位置啊，中间这条河呢叫做伊河，最终是流入黄河了啊。这两边2座大山叫做龙门山。当地有个说法叫洪水不过龙门山，就是这条河啊经常洪水泛滥啊，发洪水，但是每次发洪水呢它都淹不了这个龙门石窟，就很奇怪的一个现象。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河水啊，其实离那个石窟没有多高，但是这个石窟1500年了没有被水淹过，非常神奇啊。这个伊河在别的地方时候就是波涛汹涌啊，很危险的一条河，但是它流经这个龙门的时候，你看一下水面就变得很平静啊。当地的老百姓就说呢，是因为这个佛像把这个水患给镇压住了，所以这个洪水不过龙门山，是这么个说法。传说这个龙门是大禹治水时期开凿的，就是以前啊这2座山是连在一块的，它就挡住这个河水，它流不到黄河里去，所以这个伊河呢在这山的这边呢就经常泛滥发洪水。
然后大禹治水时候呢，就把这座山从这里凿开了，凿开一个河道，让伊河从这里往北流，流到黄河里去，所以这边就没有水患了。还有一个未解之谜，就是这个龙门石窟最大的这个佛像啊，卢舍那大佛，它是按照武则天的样子修建的啊，是不是真的呢？再就是这个大佛的手和脚去哪里了？千百年来没有人能搞清楚啊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大家看其他的佛像和这个主佛啊，就是经过风吹日晒啊、雨淋啊、地震啊、风化啊，其他的佛像呢，这个面部都不怎么清楚了，但是唯独这个大佛啊，面部特别的清楚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洛阳站到了，刚下火车。洛阳这个火车站正在修路呢，这边。今天是阴天啊，先坐车去洛阳的美食一条街，喝碗牛肉汤啊。洛阳人喜欢喝汤啊，豆腐汤、丸子汤、牛肉汤、羊肉汤，一早上就各种汤。哇，这边还在排队啊。今天有点冷，喝碗热腾腾的汤。这条路是喝汤一条街啊，街上全是各种汤店，而且都是在路边摆着小桌子这样啊。看马路对面也都是各种牛肉汤的馆子，这家也在排队，都快9点了，现在还有这么多人排队啊。看一下卖什么呀？这边是自助点餐啊，6元、8元、10元、15元、40元，饼丝1块钱一碗啊，这么大一碗，去这边拿汤。哦，这里边也是啊，我就在门口吃吧。牛肉汤和饼丝，饼丝这么大一份，1块钱。看一下牛肉汤里面，哦，这个是血块吧，然后这个是牛肉。我好像喝不惯这个汤啊，怎么办呀？好浓的牛肉味呢，喝不惯呢。我把牛肉吃了算了。牛肉片啊，饼丝是应该泡进来吃的。吃不惯啊，我不吃了，怎么办？还没动呢，我喝了一口，喝不惯啊，喝不惯，好喝吗？干什么天吃的？你吃这个吗？我不想吃了。小米粥在这儿吃，来个鸡蛋吧。啊，2块钱吧。啊，哎呀，刚那个胡辣汤实在喝不惯。要汤没有？少一点，少一点。来。我咬一下这个啊，这个是胡辣汤啊，牛肉胡辣，这是牛肉胡辣汤是吗？这个我也喝不惯。这家店生意也特别好，看里面现在都9点了，还有人排队。门口桌子上也很多人，早上路边都是停满了车，为了喝汤都堵车了这边。